印度在中印边界屯兵20万的消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似乎是准备在中印边境地区大干一场。但是最近又却有印度专家呼吁陆军裁军把钱花到海空军上来，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印度幡然悔悟，要维护亚太和平与稳定了吗？这些都是印度为了更好的对抗中国。专家认为，印度陆上部队已经完全不是中国的对手了，这样耗下去也是徒劳无功，不如裁军，把有限的经费最大程度的利用起来，建立其他方面的优势。印度治国专家24号指出，解放军可以在地面作战中击败印度部队，因此印度应该把重心放在海空军上面，这样不仅可以节省一部分军费，并且可以将节省下来的军费用于部队现代化改造，提升印军战斗力。并且他们还宣称已经看清了中国的唯一弱点，印度要瞄准这一弱点进行针对。乍一听，印度智库的专家说的还蛮有道理的。目前印度陆军与解放军之间差距确实很大，双方确实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手，而中国石油进口量巨大，这是印度能够针对中国的唯一弱点。毕竟从中东进口石油必须经过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而印度可以联合美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在东印度洋和南海地区切断中国的海上交通线，并在马六甲和南海地区对中国海军进行围剿。而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印度军队必须进行改革，裁军是必须的。印度海军退役少将梅农建议，裁撤陆军20万人，将省下来的军费用于更换新装备和建立军事基地。不得不说，印度这一计谋确实阴险，控制了马六甲就等于控制了海上生命线，中国将得不到来自中东的石油，而飞机舰船没有石油就完全失去了战斗力，这一招确实够狠。不过现实情况恐怕要令印度失望了，虽然中国从中东进口了很多石油，但不要忘了，我们北边的西伯利亚也是盛产石油的地方，我们每年也会收到从俄罗斯过来的石油，并且中国自身储备的石油完全足够解放军使用。从外国进口主要是民用石油消耗太大，一旦战争打响，肯定是军用优先。凭借我们自身的储备，完全有能力打破印度等国对我国的封锁。在南海围剿中国海军，中国早就想到了这一点，在南海改造了很多岛屿，相当于部署了很多艘航母。加上目前总吨位排名世界第2的中国海军，到时候谁围剿谁还说不定了。更不用说在中国南海战斗，还有火箭军东风家族在背后支援呢。东风快递到时候精准投递，印度海军还不能拒收。印度智库专家想法是好的，可惜用错了地方。毕竟在强大的实力面前，一切的阴谋诡计都是徒劳了。并且在兵法的始祖中国人面前耍计谋耍策略，印度人还嫩了点。毕竟世界第1部军事著作就是中国的《孙子兵法》，足足比西方早了2000多年。说句不好听的话，和中国人玩兵法谋略，真是老寿星上吊，活得不耐烦。近一段时间来，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和制裁从没有间断过，他们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最大的挑战，不断寻找机会干扰中国的发展。自拜登上台以来，中国周边海域就鲜有安宁之日。但是这还不算，美国不但自己派军舰航母来中国领海炫耀，而且还鼓动自己的盟国对中国进行干扰。英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美国的马前卒，英国自然少不了对中方的干扰。然而就在英国执意要将航母开往南海示威之际，美国媒体做出了更可怖的行为。据相关媒体报道称，近日美国华盛顿观察家报公开所有英国航母进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处，并称美国之前就这样做过，所以英国也应该跟随美国的脚步进入中国海域，还宣称这样可以给其他国家做到示范效果，让其他国家也会加入到航行南海的队伍当中，并试探性进入中国海域。据报道，之前美国媒体就教唆英国军舰闯入俄罗斯海域，结果被俄罗斯军队追在屁股后面开火驱离，随后英国护卫舰就灰溜溜地逃走了。而现在英国航母又来南海航行了，美国媒体又开始怂恿英国再一次军事冒险。不过英国国防采购部长在近日的媒体采访中就表示，英国国家海军4-5型驱逐舰已经有5艘处于趴窝状态，只有1艘能够作战使用，所以现在的英国应该没有那个胆子强闯南海了。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一向都是国际稳定局势的首要破坏者。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不但没有做出榜样，捍卫世界和平，反而到处煽风点火，到处制造混乱，这样的行为也是极为可耻。至于怂恿英国航母进入中国海域，从目前情况来看，他们根本没有那个胆子做那样的事情。
为了迎接英国航母的到来，中国海事局已经发出通告，要在南海举行实弹军事演练。这个时候强闯，那无疑是在自寻死路。所以这分辨能力，英国应该还是有的。对美国的怂恿，有国外媒体开始提醒英国，中国现在已经有东风100导弹，这种导弹的威力相当惊人，而且中国现在已经研制出了东风21D 和东风26B 两种卡车式反舰弹道导弹。这种导弹被誉为航母杀手，是专门设计出来对付海上大型目标的，也可以肯定的说，就是用来对付航空母舰的导弹。所以英国不想被东风教训的话，还是应该老实一点。总之，不论是英国还是美国，还是早日认清现实，从列强的梦境中走出来。如果踩到中国的底线，那我们必定不会同意。若是执意想了解中国东风的威力，那你就来试试。据观察者网7月26日的消息称，巴基斯坦外长阿沙巴哈茂德·库雷西与我国外长王毅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了第3次中巴外长战略对话。在对话期间，王毅表示将决定通过正在进行的联合调查，查明杀人犯和事实真相，全面保障中方项目人员和机构安全，并严惩凶手，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他公开承诺，中国公民不会白白牺牲。不得不说，这起事故真的是给我们的人民和政府敲响了警钟。要知道，我国现在各种建设合作项目已经遍及全球，其中不乏局势动荡不安的国家，又或者是地区。而且未来我国必将继续扩大对“一带一路”的建设。如果这个关键时刻我们不加强对我国海外利益的保护力度，恐怕这种袭击在未来还将会重演。在谈到这一事件时，尽管巴基斯坦言辞激烈，但这还是在考验着中巴友谊。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此次袭击的嫌疑犯最大的无非就是印度和美国。如果是印度还好，要是美国的话，那我们很难得知事情的真相。之所以说印度和美国是最大的嫌疑人，因为只有这2个国家才会忌惮中巴之间的合作，而且可以将其控制的力量投送到巴基斯坦境内。不过不管是哪一方，都在用行动证明着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保卫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为此，有不少国人认为，为保障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利益，中国很有必要派遣特种部队，以帮助巴基斯坦彻底铲除国内非法组织势力。那么，中国真的有必要在将来派特种部队帮助巴基斯坦剿匪吗？当前中国的军事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仍远远落后于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但目前将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能力仍然相对有限。一旦中国像美国那样派遣特种部队去到其他主权国家执行任务的话，那势必会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舆论的攻击。而把我国视为最大经济伙伴的国家，远远多于把我国视为最大政治军事伙伴的国家。这样的一个差距，使得中国在对外外交上随时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所以说，派出特种部队去到巴基斯坦境内调查，并不是一个合理的建议。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都是巨大的，更别提其自身所在的美洲地区了。可是，就在这个美国的后花园里，也有令美国头疼的国家存在，古巴和委内瑞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美国一直都视古巴为眼中钉、肉中刺，曾经古巴导弹危机事件还历历在目。古巴也是受美国欺负多年，从未向美国霸权主义低过头。最近，美国又对古巴采取了新一轮的制裁。不过，美国的制裁似乎只是废纸一张，反而把美国自身架到了烧烤架上。目前，众多拉美国家在外交上越来越有自主性，拒绝追随美国充当附庸。出于对自身发展的目的，他们反对参与到美国对抗中国的行动中来，并寻求与中国建立互惠共赢的多边关系。而这些行为极大地触怒了美国，所以美国趁着这次古巴国内暴动，发动了针对古巴的新一轮制裁，希望掀起古巴内乱，建立亲美政权。不过，美国的一系列制裁似乎没有起到丝毫作用。近期，联合国谴责了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在古巴面临重压之下，美国的邻国墨西哥果断伸出援手，向古巴送出了多批援助物资，同时还派遣了大批医疗部队帮助古巴面对疫情的冲击。并且，墨西哥总统洛佩斯甚至宣称，古巴长期对抗美国的行为堪称全世界的榜样。这也证明了美国在美洲地区有多么的不受待见。最打脸的是，美国刚宣布制裁古巴，俄罗斯就宣布向古巴运送88吨物资。据央视新闻报道，俄罗斯2架安U-24战略运输机近日漂洋过海，为古巴送去了包括口罩、食物以及医护用品在内的88吨援助物资。美国不是要制裁古巴吗？墨西哥最为近邻，同为拉美国家，支援古巴情有可原，但俄罗斯距离古巴108000里，在美国刚宣布制裁的情况下，派飞机直飞古巴运提供物资，这简直就是硬刚美国，让美国在家门口丢足了面子。
美国似乎很喜欢用制裁来胁迫别人，不过这些所谓的制裁在俄罗斯面前似乎是废纸一张。普京总统之前甚至表示，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让俄罗斯变得更好了，可见俄罗斯对美国的制裁是多么的不屑一顾。而拉美国家，特别是墨西哥的做法，更是证明了美国霸权的衰落。以前迫于美国的压力，拉美作为美国的后花园，大部分国家都是以美国马首是瞻。现如今，他们正在逐步摆脱美国的掌控。奉劝美国趁早停止全球霸权行为和解除对他国的无力制裁，趁着目前还没成为众矢之的，回头还来得及。不然，紧随俄罗斯之后，会有更多的国家站出来和美国硬刚，届时美国就真的会成为过街老鼠。